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在青浦练堂古镇啊。出了这个停车场呢，对面就有一个陈云故里的这么一个纪念石碑啊。往左去呢就是陈云纪念馆，我先到陈云纪念馆门前去转一下，然后呢想进到练堂古镇里头去看一看啊。顺便呢也希望在镇里吃个午餐，看看有没有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可以买回去啊。陈云呢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位有名的革命家啊，也是建国以后啊重要的经济推动者。更重要的呢，就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啊，改变中国的命运的几位老人之一啊。练堂古镇呢，就是他的出生地和成长的地方。练堂古镇呢，我曾经啊带着我的孩子们，陪着我的老母亲到这边曾经来参访过啊。当时我妈妈在这边参观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一个呢，她终于见到了她欣赏的陈云这位老革命家啊以前出生成长的地方，还专门进到了陈云纪念馆里面去仔细参观了一番啊。更要紧的呢，就是祖孙3代一起出游啊！我相信这是所有老人家内心最期盼的事。骑着呢，就骑进了一片村里啊。相信这边呢，也应该可以走得通啊。果然，这边呢就已经来到了练堂古镇里面了啊。很有意思，这座桥叫顺德桥，建于元代至正啊，1341年到1368年。当然，在清朝从顺治到康熙到乾隆年间呢，经过了重建，这座桥还保留着古色古香这样的一种古桥的样貌啊。全长16.6米，宽2.3米，高4.1米，有3个跨度啊，这样的一座古桥。这座古桥呢，现在还可以走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桥柱啊，都用金属的钢架固定着。2个房间几平？既然到了这么一个古桥啊，我就上古桥去走一下。这个古桥你看有年头了啊，这个花岗岩的石板啊都已经磨平了。
对面呢就是前进街的这些民居。相信这些街道的名字啊，已经经过了那么多朝代，改了又改了。我不知道这条小河是不是就叫练塘啊？这边呢，应该是这条河道啊拐弯的地方。好，我们就顺着这个河道啊来骑行一段。这个河的两边都叫前进街。现在骑行的这条小河边的街道呢，应该并不是练塘古镇最热闹的这一段啊，因为以前我来过，有一段呢还是很有人文气息，甚至呢还有一些商业味道啊。这边呢应该是已经到了它的外围了，但是呢，在这边骑行一段啊，看看周边的老百姓的普通的民居啊，可能更能反映当地的一个现状吧。经过了一座翻新的桥梁啊，这边呢已经到头了，那我就掉头了啊。可以看到以前呢，这些河道啊都有一些小码头停船的地方啊。这座小桥呢，应该是现在新建的，名字叫前进桥，就跟这两侧的街道的名字是一致的。好，我准备还是把我的小单车呢抬过这座小桥，到对面去骑行。顺便呢，也在这个桥上来张望一下啊，这样看过去的景色是不是更有味道呢？这里还有一个穿着衣服的小狗。这叫张连村前进街啊！我看这个中移动的盒子上面有这么一个地名。这个河边呢，并没有栏杆，但是呢，当地人呢，在上面啊弄了很多的晾衣架啊，晾晒着很多的被褥。看得出来，当地政府也想把这些沿河的民居呢，尽量恢复的古色古香。但是呢，这些房子啊，都有些老旧了啊。又来到了这条顺德桥的跟前。现在呢，我在桥的这边骑行，桥旁呢还有几棵大树。到了这边呢，就有点像我以前来过的那个古镇的样子了啊。这边呢有个酱园，就是以前做酱菜的地方啊，叫富康酱园。在河道旁呢，有人就葛优躺。
前面这座桥呢，我记得我陪着我的妈妈啊，曾经还走过的，就是这座桥。练塘镇呢，相对在上海青浦算一个有点偏的地方啊，所以这边的商业呢不是特别发达。我相信越是在这种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呢，越是得以保存。当然了，后来呢可能也经过了一番翻修啊，尤其是有一个老革命家出生的故居嘛，这边有个江南水乡练塘这么一个砖雕，还不错啊。这边呢有一个像是一个祠堂啊，保留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子，叫圣堂。这边呢还有一座桥叫曹增桥，这座桥呢也非常的古朴啊，很漂亮。这边还是叫前进街，非常古朴的这种江南小镇的样貌。我们去过很多的这些江南小镇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这种风味很有一种老味道。看到这条小河上面还建了好多的小桥这边好像还有一条岔路，边上也开了不少的店通过这段青石板路就走到了一条大街上了。我还是再回到小镇里面去骑行吧。哦，这边2只狗。在小镇里面感受一种古镇居民的恬静的生活方式前面的座桥呢，就是走车的桥。刚刚我们的车就从这上面开过来的。这个下面呢，还是可以向更远的地方骑行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小镇的另一头了
这一段的街道呢，就明显的感觉啊，还是原始的状态，没有得到修整啊。但是呢，也更有当地人现在的生活风貌。这附近呢还有一些老镇啊，比方说距离这边不远的还有一个金泽古镇，跟这边有点类似啊，但是那边的这些河道啊，看上去更开阔，水系更发达，但跟这边相似的呢，都是啊商业味道不是特别浓郁，所以给人一种比较生活气息啊这样的一种感觉。这边呢，恐怕又走到了这个小镇的外围了。供销合作社啊。这边呢，就露出了这些乡村的本来面目啊。成群的野狗，也可能是家养的啊。这条小河对面，你看啊，可能就是一个做酱菜的地方，有很多的大酱缸。这边没什么看头，我们再原路返回吧。看到这边乡村的经济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可能做一些酱菜啊，搞一些其他的什么加工，日子呢是过得很恬静啊，很平静。但是呢，经济的这个状态啊，可能不如我们去过的一些啊经济比较繁荣的那些地方。但这边还是看到有开了一些餐馆，这边呢明显的是到头了啊，所以这边呢有一座桥叫义学桥。我呢还是打算啊把车抬到对面，从另外一面呢应该也是前进路吧。再骑回去。这边呢，看看这条小河，我相信呢就叫练塘啊。刚刚呢是从这边过来，现在呢我们从这边回去。对着这个桥呢，也是一片的建筑啊。这边呢就有更多的水系。四通八达的河流，但是那边呢好像已经老镇外面了，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正对着这个桥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茶舍，叫东篱茶舍。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一个民居啊。这边就不是前进路了，这叫下塘街了。看来沿河的这些小路啊，一直修到更远的地方了。既来之，就去转一转吧。
河边呢也开了一些店啊，但是看来并没有什么生意，我就不过去了。我看到有一个小灯笼上面写着“练溪”两个字啊，就是溪水的溪。会不会这条河的名字叫练溪呢？应该不叫练塘，叫练溪啊。就溪水呢，就是相对比较小的河。好，现在呢，我在下塘街这边啊，向刚刚来的这个方向骑回去。明显的，这边呢其实都开了不少的小店啊，但是最近都没有什么生意。哦，这是陈云以前读书的地方。你看啊，这边呢有一个牌子，写的是延安小学及陈云读书的教室啊，位于下塘街16号。光绪15年创办的延安书院。05年的时候呢，延安书院改为延安国民高等小学校，这边出了很多的人呐，陈云呢就是其中之一。这边还竖了一个牌子啊，延安小学。解放后呢，更名为练塘镇小学。我记得有一回去那个川沙古镇啊，里面呢就有宋氏姐妹读书的学校，这边呢是陈云读过书的小学啊，所以可见呢，江南的这些小镇呢还非常重视教育的啊。我突然走过了，在这个下塘街37弄里面呢，有一个灵恩堂啊，有十字架的。虽然这个建筑呢并不是那种西式的教堂的建筑啊，但相信也是信教人士在这边活动的场所。而且就在这个教堂边上呢，又有一座石板桥啊。看来我要过到对面去啊，必须要经过这个石板桥。接到我太太电话啊，她已经在那边一个餐馆点餐了，所以呢，我就不能在这边太悠哉了啊。我现在抬的这个车呢，经过这一座小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继续顺着下塘街向刚才的前进路啊骑行。站在这个桥上，我们再来看看风景，还是保留着以前的那些房子的样貌啊。你看，对面有个房子，那种马头墙，还有就是近处的这房子的飞檐，很漂亮的一种造型。只不过呢，后来又加建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是违章的建筑吧，破坏了整体的这个美感。这个桥呢，也是横跨的一个丁字路口的水道啊。好，现在我们下去。原来这叫李华港桥，也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这边呢就开了一些茶室、餐厅啊，布置的还有模有样。这些古朴的小镇的民居啊，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江南文化的呈现。现在呢，我又经过了这座通汽车的桥。哦，这边呢还有很多老年人在河边啊捉棋、打牌啊，很不错。哦，这边还有卖粽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在练塘古镇啊，这边的一个餐馆叫下塘街面馆。都点好菜了。今天我们就在练塘古镇啊，这边的一个餐馆叫下塘街面馆，就在河边的这个座位上啊吃饭。哎，这个不错，这个是我很久没吃的菱角。刚刚呢，在一家餐馆啊吃了一餐饭，还跟店老板啊聊了一会儿，说生意不容易做啊，这3年确实苦了啊。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导览图的啊，刚刚没看到。老珠峰公路陈云纪念馆啊，我刚刚实际上已经走过了，现在呢就在这个里面啊。其实我刚刚呢是从对面啊这个影壁那个地方骑过来的，就这段路呢我还没有走过啊，所以呢我就稍稍的再追加一段骑行。这里还是有一些夯态可掬的民俗的雕塑。这边有一个前进街大食堂，让人想起公社食堂的这种感觉了啊。整个小镇呢，还是保持着原先的格局啊，就是江南的小镇都是沿河而兴，围绕着水路啊，就是以前的交通要道，这样呢就可以通过运输、贸易啊，各种生活场景就兴旺起来。经年累月啊，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古镇。看这边还有很多这样的雕塑啊，反映农民的生活。前面那座桥呢，就是顺德桥了啊。刚刚呢，就是从那边开始骑行的。以前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竹凳子啊，都是浙江老家给我们
送来的。这是江南啊产竹子的地方最多的这种物件。虽然呢不是第一次来啊，但是像这样在一个老镇里面啊，又一次缓缓的骑行，觉得这是更好的体验，也是我自己啊发现一边骑行一边可以观览这种老街道的一种不错的方式。好了，现在呢，我在这边就结束今天在这座古朴、很有江南味道的小镇——练塘老镇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